某天晚上，大雄沉沉睡去，在梦中他化身黄金战士，拯救了被怪兽抓住的金香。胖虎和小夫都对他俯首帖耳。大雄在梦境中是一个蒙面侠士，他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，但这次他想摘下黄金帽，让胖虎、小夫对他刮目相看，可帽子却怎么也摘不下来。这时传来一阵闹铃声，已经到了起床的时间，再不起床，老妈就要杀上来了。就这样，大雄不情不愿地睁开眼睛，和每天一样，他又一次迟到了。课堂上，老师在讲解梦的形成过程。大雄听到这里，又想起了自己昨晚做的那个英雄梦，他对没有摘掉帽子的事耿耿于怀。这时老师刚好经过这里，看到正在走神的大雄，老师气不打一处来，于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数落了大雄一顿。回到家之后，大雄妈一顿批评教育，可大雄根本顾不上听老妈说教，吃完饭之后就上楼去了。大雄赶紧把床铺好，多雷梦则拿出了一个任意做梦机，旁边还有许多录影带，只要录影带放进做梦机，就会把使用者带入录影带的剧情里，使用者带好天线接收剧情即可。多雷梦找出了消失的亚特兰蒂斯这部录影带，这个角色的剧情分别是：大雄是拯救王国的英雄，金香是公主，而胖虎和小夫就是平凡的路人。最后大雄带好天线进入了梦乡，多雷梦则在机器旁帮大雄调节剧情进度。由于剧情拖沓，大雄让多雷梦把剧情快进到最精彩的部分。很快，亚特兰蒂斯王国被水淹没，大雄在水中救出金香公主，可海水十分冰冷，眼看两人就要冻死在海水里。此时大雄却突然感觉到一丝暖意，多雷梦意识到事情不对，赶紧叫醒大雄。原来大雄尿床了，大雄很慌张，要是被老妈发现他尿床了，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幸好多雷梦拿出了一个巨型烘干机，将大雄的裤子和被褥都烘干了。由于尿床事件的发生，大雄起得很早，发现时间还早，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小树林里发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长相怪异的老头走出来，给大雄吃下了一颗智慧果。随后大雄开始奋笔疾书，将功课做完。这时他打了个激灵，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，真是空欢喜一场。不过因为这场梦，他又要迟到了。课堂上老师检查作业，可老师发现大雄不仅写了作业，连答案都是正确的。大雄高兴得不得了，看来自己是真的变聪明了。放学回家的时候，金香邀请大雄一起做作业，本以为是一次愉快的经历，可大雄从金香家里出来时，看起来却并没有那么高兴，因为他回答不出金香的问题，可以说是颜面尽失。于是大雄垂头丧气的回家了。这时那个怪老头又出现在他身后，大雄像看到救星一样向老头索要智慧果，可老头却并没有给他，而是许诺大雄自己可以给他更厉害的法宝。不过他首先要找到一盘神龙大战三剑士的录影盘，那样他就能拥有超能力了。大雄心动了，于是他准备回家找多雷梦帮忙。多雷梦正在选购录影带，恰好有这部神龙大战三剑士，大雄一顿撒娇卖萌，多雷梦只得答应了。而那个老头正站在屋顶上，从老头诡异的笑容中可以看出，这又是一场阴谋。很快录影带就送过来了，多雷梦仔细阅读了录影带上的说明，这个录影带的剧情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，在梦中的感受也能在醒来后感觉到。大雄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梦境，一个时空隧道出现了，小精灵飞出来带大雄进入了时空隧道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大雄跟着小精灵来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。小精灵开始介绍剧情，大雄是白银剑士，此时国王的一半城池都被大妖王占领，大雄的任务就是杀掉恶龙，除掉大妖王，这样他就可以和金香扮演的公主结婚了。大雄跃跃欲试，可现在他身上一件像样的武器都没有。这时小精灵告诉他需要找到银剑和铠甲，用银剑杀了恶龙，只要沾上恶龙的血，他便会拥有不死之身。而银剑则在一棵很高的树上，这棵树是全王国最高的树。大雄随着小精灵来到国王里，可这时他的身体开始下坠，大雄非常惊恐，拼命想抓住些什么，幸好最后他落到了月亮上。小精灵提醒大雄，想要变得强大，就要找到银剑，而他只负责把大雄带入梦境王国，后面的事只能看大雄自己的造化了。随后小精灵准备离开，可大雄却慌了神，因为他还在半空中，竹蜻蜓没有带，他没办法回到地面上。于是小精灵决定帮他最后一次。大雄安全着陆后，立马开始寻找银剑，可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瞎晃，耗尽了体力。这时他闻到了烤肉的香味，顺着香味他发现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剑士，仔细一看原来是小夫。因为是在梦境里，所以小夫并不认识大雄。大雄打算跟小夫套近乎，借此分到一些烤肉吃。小夫答应了，不过大雄要成为自己的奴隶，因为太饿了，大雄答应了下来。吃饱喝足后，小夫带着大雄上路了。原来小夫也在寻找那把银剑。小夫在前面走得志气高昂，
大雄则在背后背着行李，累得不行不行的。路过一片丛林时，小福听到草丛中响动，就赶紧让大雄上前查看。穿过草丛，大雄发现了一只被捕兽夹夹住的小熊，他赶紧上前松开了捕兽夹，小熊一脸感恩的离开了。这时一个人从草丛中跑出来，大声指责大雄放跑了自己的猎物，说完还要揍大雄一顿。大雄定睛一看，这不是胖虎吗？和小福一样，胖虎也不认识大雄。看到自己的奴隶被欺负，小福上前准备和胖虎一决高下，结果小福被胖虎打得落花流水，小福赶紧求饶，甘愿成为胖虎的奴隶。于是三人一起上路寻找银剑。不过大雄就比较惨了，背着胖虎和小福两人的行李，真是苦不堪言啊！三人走了很久，终于他们找到了那棵大树。小福和胖虎立马开始向树顶进发，不过小福的身手更灵活一些，他很快超过了胖虎。而大雄最不擅长的就是爬树，所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小福和胖虎离树顶越来越近。小福爬得有些累了，看自己已经占领绝对优势的地位，就松懈下来。他掏出了一根绳子扔给大雄，让大雄把水袋绑到了绳子上，这样自己就能喝到水了。大雄不情不愿地去河边灌水，却意外发现了那颗月亮气球，于是他心生一计，将气球充满气，借助气球的浮力，很快就到达了树顶。最后大雄拿到了银剑和铠甲，可他不会爬树，所以从树上下去成了问题。此时话外音传来，下去的通道就在存放银剑的木箱子里，于是大雄通过木箱子到达了地面。此时胖虎和小福已经等了大雄很久了，他们想从大雄手中抢走银剑，可大雄就像战神附体了一般，拥有惊人的战斗力，胖虎和小福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就这样，大雄成为了三人中的领导者，而他也给这个小团体起了个响亮的名字——梦幻三剑士。从此三人踏上了与大妖王对抗的道路。然而大雄的英雄梦没做多久，就到了起床的时间。晚上，大雄又开始准备做梦，但这次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把小福他们都拉进自己的梦里。于是他要来了哆啦 A 梦的任意门，把天线放在了小福、胖虎和静香的脑门上。都准备好之后，大雄进入了梦乡，胖虎和小福则进入了大雄的梦里。而哆啦 A 梦看他们几个人的梦中探险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也决定加入他们。于是他们四个开始了探险之旅，首先就是去寻找恶龙，可他们不知道恶龙的洞穴在哪里。哆啦 A 梦拿出万能口袋，想要看看里面有没有适合的道具，可这时大雄觉得哆啦 A 梦抢了他的风头，就将口袋扔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哆啦 A 梦一下子就急了，他想骑上魔法扫把去追回口袋，可扫把移动太快，居然自己飞走了。这下四人只能从长计议。此时在遥远的城堡里，静香公主拒绝和屠龙勇士结婚，她觉得这样对自己不公平，于是留下一张字条离家出走了。国王发现之后，立马发动部队去寻找，而此时静香躲过了士兵的搜查，骑着马离开了城堡。他不知道去哪，就任凭马儿带他四处游走。此时大雄他们也是一筹莫展，在途中还遇到了棕熊的攻击。就在大雄准备和棕熊决一死战的时候，一只小熊出来阻止了棕熊。原来这只小熊是棕熊的儿子，也就是大雄从捕兽夹上救下来的那一只。棕熊十分感谢大雄，主动请缨给大雄他们带路去恶龙的洞穴。不过在去之前，棕熊告诉他们一定要小心，因为被恶龙的火焰烧到就会变成石头。终于他们到了洞穴附近，然而又到了梦境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梦境的剧情和现实世界的感受相通，经过一夜的战斗，大雄他们精疲力尽。可晚上回到家，他们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战斗。静香被马儿放在了一片草原上，他又累又饿。这时远处一道流星划过来，他本来想要躲开，却发现掉下来了一个粉色的包包。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开包包，想看看有没有吃的，结果真的有，这让他惊喜不已。这时他又发现了魔法扫把，可一个不留神，扫把就带他飞上了天空。扫把是认主人的，他把静香带到哆啦 A 梦这里。面对大雄他们，静香并没有说出自己公主的身份，只称自己是一名剑士。大雄他们信以为真，于是几人组队开始了屠龙之旅。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许多人形石像，而这些都是恶龙的杰作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山洞，然而小福和胖虎还是被恶龙发现了，之后又不幸被恶龙的火焰击中，变成了石像。而大雄则趁他睡着的时候，慢慢地来到恶龙的身边，只要砍断恶龙胡须，恶龙就会失去战斗力。可这时大雄发现了小福和胖虎的石像，惊讶地大叫起来，结果吵醒了恶龙。于是几人开始和恶龙战斗。大雄的战斗力爆棚，在银剑的帮助下，他成功砍下恶龙的胡须，恶龙陷入了沉睡中。只要
要他杀了恶龙，大雄就能获得不死之身。可大雄怎么也下不去手，他不忍心这么做。哆啦 A 梦他们都让大雄快动手，但大雄就是无法下手。很快，恶龙的胡须又长了出来，他苏醒了。大雄他们本想逃走，可此时恶龙已经被大雄的善良打动，决定帮助他们消灭妖王。于是恶龙走进水池，释放出自己的汗水，只要大雄他们用池水洗澡，就可以获得一次复活的机会。大雄和哆啦 A 梦都迫不及待地下水洗澡。只有静香没动。等大雄他们洗完以后，他才偷偷下水。洗完后，大家一起出发，来到了安德鲁。此时城里下着雨，突然出现一个士兵，拦住他们的去路。大雄说自己是白银剑士，士兵一听，立马来了精神。根据预言，白银剑士是打败大妖王的救世主，于是士兵赶紧将大雄他们带回城里。士兵首领向大雄他们叙述了敌方的情况，敌方领兵的是一个蜘蛛精，他率领的土精部队更是所向披靡，一般的武器根本打不到他们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金香突然灵光一闪，他问首领地下仓库大不大，首领说很大，于是金香想来个瓮中捉鳖，用录音机将大雄他们的声音录下来，放到仓库里。等土精们攻进城里，就打开录音机，土精们自然就会被引到仓库。这时再把仓库门一关，然后用万能包包召唤水源注入仓库，这样土精们就融化了。大家都觉得非常好，计划也进行得很顺利，土精们都被融化了。气急败坏的蜘蛛精冲出来，和大雄他们打在一处。经过一番角逐，大雄取得了胜利，蜘蛛精败北逃走。回到妖王城堡的蜘蛛精将情况报告妖王，妖王大怒，用法杖发射出光波，将蜘蛛精化作尘土。而大象精则主动起营，带兵出战。第二天，大象精带着妖精军队进攻安德鲁城。大雄看敌方力量强大，就想让哆啦 A 梦拿出万能口袋。哆啦 A 梦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在万能包包里掏，没想到真的拿出了万能口袋。有了万能口袋，他们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大象精下令用石头炮弹攻城，哆啦 A 梦就用无重力网将炮弹全盘接收。大象精又派出水晶部队，哆啦 A 梦则拿出了寒流风扇。强大的寒流将水晶们冻成了冰块，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水晶们一个接一个的倒地，碎成了渣渣。大象精继续派出铁精军队，一大群钢铁战士发起了进攻。哆啦 A 梦不慌不忙的拿出小型雷电机，制造出了许多积雨云，它们飘到铁精部队的上空，强大的雷电将铁精们击了个粉碎。大象精一看自己所有的军队都被打败了，于是就亲自上阵。大雄跟哆啦 A 梦要了竹蜻蜓上前迎战，在和大象精一番激烈的交手之后，大雄砍掉了大象精的一只耳朵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在暗中观察的鸟人发现了哆啦 A 梦万能口袋的奥秘，于是就偷走了口袋。知道要落败的消息之后，大妖王暴跳如雷，准备亲自会会这个白银剑士。他让鸟人去大雄他们的庆功宴上动了些手脚，除了大雄之外，所有人都被迷晕了。大雄则被带到大妖王跟前，大妖王根本没把这个小不点放在眼里，可没想到大雄拿出银剑刺中了大妖王的心脏。本以为他打败了大妖王，结果这只是大妖王的障眼法，被大雄刺中的只是一棵大树。此时大雄想攻击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大妖王下一步用法杖的光波将它变成了尘土。不过大雄因为在龙池里洗过澡，所以他有一次复活的机会，没一会儿他就复活了。可大妖王并没有马上处死他，而是把哆啦 A 梦他们都召唤了过来，因为大妖王想让大雄亲眼看着自己的朋友们死在自己眼前。大雄拼命恳求大妖王放过他们，可是求饶并不会让敌人心软。就在大妖王要杀死哆啦 A 梦他们的时候，现实世界里大雄妈摁下了做梦机的停止键，梦境结束了，大雄和哆啦 A 梦醒了过来。捡回一命的他们觉得有点危险，还是不要玩了。于是哆啦 A 梦准备将做梦机推回厂家，大雄则出门通知小夫他们将做梦天线拿下来。虽然小夫和胖虎知道真相后很生气，但大雄顾不上他们，就跑去通知静香了。可静香正在洗澡，根本没发现自己额头上的天线，所以并没有摘下来。而厂家也要2-3天的时间才能过来回收机器。夜深了，大雄进入了梦乡，突然做梦机发出声响，将大雄吓了一跳。小精灵从做梦机里出来了，他斥责大雄太不负责任。此时的王国正经历着一场浩劫，只有他们才可以拯救王国。大雄和哆啦 A 梦的正义感油然而生，他们再一次进入了梦境，只要杀掉妖王，梦里的世界就会恢复和平。可此时哆啦 A 梦却发现自己的百宝袋不见了，但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找了。
在小精灵的指引下，大雄和哆啦 A 梦小心翼翼躲过了巡逻的士兵，进入了妖王的城堡。突然，他们听到了士兵的脚步声，前后都有，他们无处可逃，只能与小妖们打了起来。而此时，静香也睡下了，没有摘下天线的他，毫无意外的也进入了梦境。一只会飞的鲶鱼将他扔到了妖王城堡上空。等他进入城堡的时候，这时大妖王突然出现了。大妖王认出她是公主，没等静香动手，她就被大妖王的光波射中，变成了尘土。看着静香，大妖王意识到大雄他们可能也来到了这里。此时，大雄和哆啦 A 梦正在和小妖混战。大妖王将哆啦 A 梦困住后，用出了影分身之术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无数个大妖王将大雄团团围住。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妖王呢？在银剑的帮助下，大雄找出了大妖王的真身，但大妖王先他一步，法杖突然间伸长，将大雄牢牢地固定在了墙上。就在大妖王要发出光波的时候，静香带着万能口袋出现了。原来他也有一次复活的机会，而他复活后刚好看到了万能口袋，于是他在万能口袋里找出了放大灯，将银剑放大了 N 倍，巨型的银剑瞬间刺中大妖王。最后大妖王灰飞烟灭，大雄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消息很快传遍全国，大雄成了英雄。静香也回到王宫，在和大雄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她也终于想通了，决定嫁给大雄。可就在大雄要和静香结婚的时候，快递员上门回收了做梦机。就这样，大雄和女神再一次错过了。看来他和女神永远都是只差一步。不过没关系，机会多的是，大雄你要加油哦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这部电影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。咱们明天见。